这是哪儿？这好像是30年前谢宝才一家抢我家房子那天。难道我重生回了1990年？韩文清，你别发愣了，快起来！我还能听懂大福说话？难道这就是我的重生金手指？上辈子我家房子被抢走了，妈也被他们气死了，最后流落街头惨死。这辈子我都要讨回来。老韩，你怎么还在发愣啊？你再发愣，你小舅子谢宝才就要把咱家里的东西都砸空了。谢宝才，这个你不能砸呀，那是韩家传了4代的东西。李娘娘，只要这房屋转让协议你签了，我就不砸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不可能，这是我韩家的祖屋，是不可能给你们这些强盗。李娘娘，我怎么会是强盗呢？咱们到底是一家人。这院子归我了，那就把我家的那个小破院给你了。虽然旧了点，但好歹是个住所。不，我不会换的。老韩，你换吧。你们家这房子都被白蚁蛀空了，再过1周就塌了。大福，你咋知道的？我和他们关系可铁了。你听我的，换。好，我听大福你的。谢宝才，我们换。什么？什么？姐夫啊，这就对了，一家人嘛，和气生财。文清啊，不可以呀，这是咱们家的祖宅呀。妈，你放心，你听我的就好。文清，为什么要换啊？谢家的房子没咱家1半大，而且还是个土坯房。妈，你真的放100个心吧，咱们家有福。对呀，李娘娘，我姐夫都同意了换房了，你就没必要再拦了吧？文清，你真好，我就知道你最体谅我了。谢小梅，接下来该算算咱俩的账。文清，你说什么呢？咱俩之间算什么账啊？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。谢小梅，我要和你离婚。什么？韩文清，你疯了？你敢跟我离婚？谢小梅，我为什么不能和你离婚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宝才，你看你姐夫。你们的事别拉扯我啊！谢小梅，你真是个不清醒的。你把他们当家人，他们可是把你当血包。谢小梅，签吧。小梅，你签吧。韩文清不要你了，不是还有我吗？小梅，签吧。离了婚我娶你，让你住楼房，跟着这个穷鬼有什么好的？老刘，上辈子是琉璃厂的主任，也是谢小梅把我踹开后找的对象。原来2个人这么早就有联系了。韩文清，一个男人连老婆都养不起，让小梅跟你受了这么多年苦，真不害臊。韩文清，老刘说了要娶我，以后我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呢？你就一辈子住土坯房捡垃圾吧。小梅，咱们走，这种窝囊废多看一眼都是浪费时间。哼。妈，咱们走。妈，文清，妈没事儿，老毛病了。1毛5，连一副最便宜的中药都抓不起。老韩，我去外面看看有没有能吃的。韩文静，后院垃圾堆里有个宝贝，老张头家昨天搬家，扔了个腌鲜菜的旧罐子，那罐子底下有字，跟我在一个博物馆里见过的一模一样，那是古董。真的？这是康熙19年脏窑官款青花人物罐。老韩，这破罐子真值钱。值不值钱，去古玩市场就知道了。走。去，我这不收破烂，街对面有废品站。王掌柜，您看看东西再赶人。康熙19年脏窑官款，
这穷鬼哪儿来的？哟，韩文清，你来古玩市场干什么？切，王哥，你可别被他骗了，这人是我前夫，住着一个土坯房，穷的连妈都养不起。小伙子，你让人骗了，这罐子是民国仿的，釉色发涩，胎骨太薄，2块钱我收了，算给你个路费回去。不卖的话，罐子放我这儿，我给你鉴定鉴定。王掌柜，你这是想昧我的东西？韩文清，2块钱不少了，够你那病秧子妈吃几天药了。赶紧拿着钱滚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王德发，罐子别动。小兄弟，你这罐子是从哪儿来的？宋老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小伙子拿了件民国仿品，釉色不对，胎骨发飘，我正打算帮他鉴定鉴定呢。这黑心王掌柜又打算骗年轻人不识户低价买人家的古董。上次我看见一个小姑娘来当玉佩，这王掌柜2块钱买下，转手就卖了130块，还骗人家小姑娘说这附近只有他给的是最高价了。看来这罐子我是不能卖给黑心王掌柜了。宋老是古玩界泰斗，为人正直，对古玩痴迷了一辈子，卖给他，妈的病就有救了。小兄弟，罐子釉下青花，做色翠蓝，用的是云南朱明料，全品况放到香港拍卖行至少5万往上。但你这只罐子口沿有冲，釉面有岩石，我给你一个公道价，1万块现金。小兄弟，这钱你拿着，往后你还有好东西直接来找我。宋老，这罐子真值1万。我想到这罐子值钱，也没想到那么值钱啊！王掌柜，不可能吧？这穷鬼捡来的破罐子值1万！谢小梅，你给我闭嘴！这可是宋老，你得罪不起的。宋老，这罐子归您了。大福，走，给妈抓药去。谢小梅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干扰我，这罐子我早就拿下了。那1万块应该是我的才对。王掌柜，您放心吧，那1万块一会儿就是我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就这副窝囊样，怪不得老婆跟人跑了。听说你前妻找的那个比你强了不止1星半点啊！别跟他废话，韩文清，识相的把那1万块交出来，哥儿几个拿了钱就走。要是不识相，这巷子偏，没人会发现。老韩，这群杂碎身上有谢小梅的味道，那个贱人雇的，是谢小梅派来的吧？回去告诉他，我跟他早就没关系了。这钱我1分都不会给你。一个被老婆甩了的窝囊废，还横什么？老婆当着你面跟野男人跑了，你连个屁都不敢放。今儿哥几个替谢小梅给你松松筋骨，让你知道什么叫疼。老韩转开，这群杂碎交给我。兄弟们，给我咬！哪来这么多疯狗？撤！快撤！老韩，你前妻花钱雇打手都打不过几条狗，你说他到底哪来的底气，天天骂你是窝囊废？大福，你别说了。老韩，快回家，你妈咳了好多血，脸都白了。什么？妈，你再撑一下，我马上去叫郎中。文清，妈这把老骨头撑了这么多年，没事儿的，你别花冤枉钱了。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你母亲这是积劳成疾，肺气亏损，这些年缺医少药，病根扎得太深了。普通方子只能缓解，要想根治，得用野山参入药。医生，这野山参要多少钱？现在市面上一支30年以上的野山参，少说得3000块，再配上几味辅药，总共3500左右。卖罐子得了1万，花了3500买参，还能剩6500，够了。好，医生，我现在就给你去抓药。老韩，我守着妈，你放心去。哟，姐夫，谢宝才，别叫我姐夫，我跟你姐早就离了。行，韩文清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住你那院子，住的真叫一个舒坦，白天晒太阳，晚上数星星，那叫一个滋润。就是晚上不知道啥声音吵死了。那应该是白蚁啃木头声。看来大福说的没错，这房子被白蚁住的差不多了。你这是急着给你妈那个药罐子抓药呢？要我说也别治了，趁早把棺材准备好吧。
你说什么？你还不如把钱攒着，等你妈咽气了，好歹能买块坟地，也不至于把它裹上草席往乱葬岗里一丢。谢宝才，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你瞪什么瞪？我爸说明天就动工翻修这院子，把你们韩家最后这点痕迹全拆干净。到时候你妈死在发土坯房里，你道文强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哟，火气还真大啊！韩文清，你看看你，就算赚了1万块有什么用？不还是穿一身补丁，住那种要塌不塌的破房子？你再看看我，这衣服可是红呢子的，老刘新给我买的，市面上最好的料子，120块一件，顶你好几个月工资呢。韩文清，小梅跟着你的时候吃糠咽菜，跟了我之后穿的呢子大衣，你说说，你这个前夫当的窝不窝囊？对了，老刘单位马上要分房了，2室1厅带独立厨房。韩文清，你见过独立厨房吗？谢小梅，咱们已经离婚了，你过得好是你的事儿。我就是要让你知道，离了你韩文清，我谢小梅过得更好了。老刘给我买了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、收音机，4大件都整整齐齐在家里摆着呢。你有什么？一身补丁衣服，一个病秧子妈。我再给你说个好消息，我爸明天就动工翻修4合院，以后整条胡同就我们家最气派。你韩家祖宅改姓谢，我谢家3代人都住那儿。韩文清，明天动工你要不要来看看？看看你韩家祖宅是怎么改姓谢的？谢宝才，你家院子最气派是吗？姐，咱家房子塌了！姐，咱家电视机和缝纫机还在里头。宝才，我的衣服还有首饰。啊，我的腿！看来这柱子已经被白衣给蛀空了。哎呦，老天有眼啊！老李，你看看这韩家3代人住了100多年都没事儿，谢家才搬进来几天了就塌了。那可不是，我活了70年，头一回见这种事儿，真是邪乎。哪是邪乎啊，这是报应！姓谢的抢人家的祖宅，老天爷看不下去了。韩文清，你笑什么笑？谢宝才，我只是想起了你刚才那句话。哪句？整条胡同就你家最气派。韩家祖宅改姓谢，谢家以后3代人都住这儿。谢宝才，你谢家3代人打算怎么住？睡瓦片底下？韩文清，你少得意！我们家塌了，你有什么好高兴的？你那个破土坯房比我家的还不如。老韩，快回家，那土坯房也塌了，你妈还在里头。什么？妈，你在哪儿？老韩，我刚才看见大福在屋里，没见着你妈。塌得好，韩文清，你也有今天，老天爷也没骗着你。韩文清，刚才不是挺能说吗？现在怎么不说了？你家房子也塌了，你妈埋里头了，你还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大福，我妈呢？老韩，别急，你妈出门了，房子塌之前就走了，没在家。那就好，我妈没事就好。韩文清，你妈没事又怎样？你家房子没了，你和你妈今晚睡大街。韩文清，要不这样，你跪下来给我和小麦磕3个头，我借你10块钱，你们娘俩去住招待所。谢宝才，你家电视机和缝纫机扒出来了吗？谢小梅，你的红呢子大衣还能穿吗？老韩，跟他们废什么话？我刚才在废墟里闻到一个味儿，特别香，很不一样。老韩，这木头好像不一般。这木头怎么掉这儿了？味道真难闻。兄弟们，绕开这根木头走。老韩，你离那根木头远点儿，我们磨牙都不敢碰它。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规矩，遇到这种木头绕着走。上辈子，我记得报纸上登过一条新闻，一个流浪汉在这片土坯房里捡到一根金丝楠木，卖了3万块，然后买了一套4合院。而且金丝楠木的特点就是防虫蚁。
韩文清，你还真是捡垃圾的命！房子塌了不想着去哪儿住，在这儿扒了烂木头，是准备给你妈打口棺材？姐，人家说不定是想捡根木头当拐杖呢。毕竟以后要睡天桥底下，拄根拐杖显得体面。韩文清，你要是缺木头生火取暖，说一声，我家里煤球多得很，你磕个头，我给你拿2个。老韩，这群杂碎嘴太贱了，我去叫几个兄弟过来。大福，别动，信不信我？信。那就帮我搬，等我把这木头卖了。谢小梅这辈子挣的钱加起来都不如我。这是金丝楠木。金丝楠木，明代老料，我家祖上3代做木材的，这纹路我不会认错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破土坯房能有什么金丝楠木？你收了韩文明多少钱帮他骗人？我收什么钱？我自己就是做木材的，这檀香味儿你闻闻。各位别听他瞎说，韩文清就是个捡垃圾的，他能捡到金丝楠木，母猪都能上树。我是琉璃厂管理处的，琉璃厂什么好东西我没见过，这就是根普通木头，谁家房梁不是这样的？刘主任，你说琉璃厂什么好东西你都见过？宋老，小兄弟，上次的罐子不错，今天又发现什么了？这是明代金丝楠，水波纹，金丝满布，檀香浓郁，是300年前的老料。老夫在琉璃枪摸了一辈子古董，木头上的事儿不会走眼。宋老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韩文清怎么可能运气这么好？姑娘，老夫看木头不看人。韩文清，这金丝楠木是我们谢家的。各位评评理，这土坯房本来就是我们谢家的，韩文清才搬进来几天，这房子是我们谢家的，房子里的东西当然也是我们谢家的。对，这房子姓谢，金丝楠木姓谢。韩文清，你给我松开！谢小梅，你说的对，这房子确实是你们谢家。谢小梅，这房子之前是你们谢家的，但现在白纸黑字你亲手签的字盖的章，土坯房换4合院，这房子现在姓韩，你不会是忘了？谢宝才，你姐的字迹你认得吧？韩文清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我欺人太甚？谢小梅，你带着人砸我家的时候怎么不这样想？姑娘，这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，你还想耍赖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就是，做人得讲道理，房子都换了，还想占便宜，哪有这样的？宝才，走！老韩，那婆娘跑了，我还以为她要躺地上打滚呢。小兄弟，这金丝楠木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宋老，您开个价，我信您。2万块，明代金丝楠老料，水波纹这么完整的，市面上不多见，这2万块是公道价。你要是觉得少，可以再找人看看。宋老，我信你，就2万，成交。哈哈哈哈！小兄弟爽快，明天我让人来拉木头，钱我现在就给你。大福，钱够了，妈的病能治了，还能租个新房子。老韩，古玩市场来了好多人，外地来的大车拉了10几箱货，满街都是摆摊的。外地商贩？可不是，琉璃厂那条街都堵死了，什么瓷瓶、铜器、玉镯子铺了一地，我们哥几个在天上看的眼都花了。大福，走去看看。姐，咱来这儿干啥？咱又不懂古玩。你个蠢货！我听说韩文清最近在搞古玩，挣了不少钱，他肯定会来这儿。那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笨！只要咱们跟着韩文清抢他要买的古玩，咱们就能发大财了。老韩，大福叫我找古董给你，你看看这个。哟，韩文清在看啥呢？谢小梅，你也来逛古玩市场？怎么，这古玩市场你家开的，我不能来？韩文清这死穷鬼又捡到什么宝贝了？上次那个破罐子就卖了1万块，这次不能再便宜了他。哟，手上拿的是什么好东西？让我瞧瞧。不关你的事。韩文清，你这铜炉我喜欢，30块，卖不卖？不卖。韩文清30块，够你和你妈吃1年了，你别不识好歹。100块。说了不卖。100块还不卖？你是穷疯了吧，韩文清？那就300。姐，你有300，不如给我卖身衣服，让我去相亲。买他那个破铜炉干啥？你给我闭嘴！
韩，卖给他们。大福，为什么要便宜他俩？老韩，这铜炉是我那狗兄弟在摊贩扔掉的废品堆里叼来的，根本不值钱。那婆娘非要买，你卖给她呀？这个不值钱。摊贩自己都扔了，你说值不值钱？500块卖不卖？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！行，500块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宝财，你看这炉子可是汉代博山炉，价格肯定不低，拿去聚宝斋卖，至少能翻10倍。姐，还是你聪明。等咱们把这个铜炉卖出去了，咱们就去韩文清那边炫耀去。王掌柜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谢小梅，这破铜炉你哪弄来的？破铜炉，王掌柜，这是汉代博山炉，古董，值好几千呢。汉代博山炉，炉盖的镂空文化全是机器冲压的，手工錾刻的痕迹都没有，仿品都算不上，就是个废铜炼铁。也就这铜还能卖3块钱，我给你收了熔铜用。王德发，你专门骗那些不识货的人低价收人家古董。上次有个小姑娘来当玉佩，你2块钱买走，赚什么130？你是不是又想骗我？谢小梅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这铜炉就是假的，你看看底款就知道了。不可能，这是我花了500块从韩文清手里抢来的，韩文清看上的东西能是假的？韩文清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跟王掌柜说，这铜炉是不是你上午看上的？你说这个铜炉啊，确实是假。什么？谢小梅，你看这儿，底框少一横，懂行的都懂，想必王掌柜也看出来了。我本来就打算扔了，是你非要买哟。500块钱买了个3块钱的假货，谢小梅，你这眼光可真行啊！韩文清，你故意的！谢小梅，我都跟你说了不卖。老韩，刚才我狗兄弟跟我说前面有好东西，跟我来。这是光绪官窑的瓶，虽然釉面有冲，但底款是真的。还有那几个铜器，看锈色和包浆，至少有100年历史。这些居然被人当垃圾扔了。韩文景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摊位后面扔的东西，你少碰！刘主任，这些东西是您扔的？对，我扔的。怎么了？韩文清，刚才的账还没跟你算呢，没想到你捡垃圾又捡到我家来了。谢小梅，你自己蠢，能怪谁？行，韩文清，那铜炉算倒霉，但我告诉你，这些东西都是我家的，就算它烂在垃圾堆里，我也不可能给你。垃圾堆的东西，你就算看着我不让我捡，我也有其他办法捡。大福，我们走。辛苦各位狗兄弟们了，只要你们能把后面垃圾堆里的瓶瓶罐罐给我叼出来，我就给你们买肉吃。兄弟们，冲啊！兄弟们，轻拿轻放，一件一件来。光绪官窑胆瓶1只，铜鎏金佛手炉1个，铜香炉3个，还有这面双龙纹铜剑。老刘，你扔掉的这些东西虽然年代不久，但加起来少说4000块。老韩，明天卖了钱，记着给我兄弟们买肉吃，忘不了。老板，这瓶子多少钱？光绪官窑，釉面有点冲，800拿走。800，店里至少1500。韩文清，这些东西哪儿来的？捡的。怎么了？那是老刘扔的东西，你这是偷！韩文清，这些是我管理处要销毁的货物，你私自拿走，我有权追究。首先，这些东西是垃圾堆里的，你们管理处是这么销毁东西的吗？与其你追究我，不如先追究刘主任随意处置销毁货物。其次，谢小梅，这些东西在垃圾堆的那一刻起就不属于你们了。你说我偷，那就是诽谤，小心我告你。老刘，那批要销毁的货，仓库里是不是还剩下一批？是还有一批，你什么意思？他能卖，我们为什么不能？反正都要销毁，咱们偷偷拿出来卖，谁能知道？小梅，这要是被查出来，你一个主任怕什么？再说韩文清一个捡垃圾的都赚了这么多，你甘心？干，今晚就办。没人，快！姐，被人发现了咋办？闭嘴，宝财，赶紧装货。老刘，这批比上次还多，能
值1万块。谁在里面？刘主任，大半夜在仓库干什么？同志，误会，我就是来盘点一下。盘点要带麻袋，跟我们走一趟吧，刘主任。你们也别走，大半夜出现在封存仓库，一并带回去。姐，我不想蹲局子。小梅，这回麻烦大了，私自倒卖封存货物，我主任的帽子怕保不住了。小兄弟，你听说了没？琉璃厂管理处的刘主任被撤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，大哥？是因为那个刘主任私自倒卖管理处封存的销毁货被发现了，主任的帽子直接摘了，降成普通职工。老韩，他们真是活该。老板，听说你家东西好，那个给我看看，剩几个我都要了。老板，听说琉璃厂的刘主任被撤职是因为学你，是不是真的？韩老板，剩下的我都包了。韩老板，这次你可是在整个古玩市场出名了。宋老，您怎么来了？韩老板，我这次来是有事相求。老韩，这老头家比咱们家的大多了。文清，老夫在古玩市场摸爬滚打大半辈子，见过的人不计其数。你是我见过最有眼光的年轻人。董老，您过奖了。老夫看人不看他说什么，看他做什么。你从废墟里起家，被前妻打压，被刘主任刁难，从来不认输，这份骨气，老夫看得上。文清，老夫今年70有2了，古玩行会的会长，我当了快20年，也该退了。老夫退了之后，行会会长这个位子，需要一个既懂古玩又有良心，还不怕得罪人的人来接。老夫想交给你。老韩，你要是当会长了，那以后整条古玩机是不是都归咱们管？不过你先别高兴得太早，行会会长不是老夫一个人说了算，还有副会长赵德珠，他在行会里根基很深，徒弟遍布48条街，他一直盯着这个位子。赵德珠这个人不好打交道，不过新会长必须通过盲拍大会的考验，3日后就有一场，所有拍品盖着红布，看不到实物，只能凭眼力和本事判断真假。文清，拿着。3日后，你要是在盲拍大会上拔得头筹，老夫就有理由把会长之位传给你。要是输了，老夫也帮不了你。宋老，我明白了。盲拍大会，我一定要拿下。听说了没？宋老要退了，他把盲拍大会的请柬亲手交到了韩文清手上。韩文清就是那个捡垃圾堆起家的，就是他。宋老放话了，谁要是盲拍大会拔得头筹，谁就是下一任行会会长。宋老这是明摆着要传位给他。老刘，韩文清真要当行会会长了？行会会长？他韩文清凭什么？宋老亲自把请柬送到他手上，3日盲拍大会，他要是赢了，整个古玩行会就是他说了算。老刘，我们2个以后在古玩上还有活路吗？慌什么？盲拍大会，他韩文清能去，我也能去。小梅，你放心吧，古玩行会的副会长赵德柱可是我表哥。赵德柱就是你之前说过那个手眼通天的副会长。我表哥早就想当会长了，但是宋老定了规矩，这次他韩文清去参加，只要我表哥一句话，盲拍大会上让韩文清出个大丑，看宋老还怎么传位。老刘，找你表哥，3日后咱们让韩文清在盲拍大会上彻底翻不了身。捡垃圾的还真来了，韩文清，这地方可不是垃圾堆，你别走错了门。谢小梅，垃圾堆的货你不也抢吗？怎么，把500块的铜炉忘了呀？韩文清，别耍嘴皮子，盲拍大会靠的是眼力，你以为来逛菜市场呢？刘主任，哦不对，现在叫你老刘了。后勤处干得怎么样啊？各位，盲拍大会正式开始，第1件拍品起价500。老韩，麻雀说了，那瓶子的瓶底那款是候补的。看见没有，老刘，都第4件了，韩文清他还不敢举牌，我就说他是个外行，平时吹得厉害，真到了台面上就露馅了。就是，等下宋老的脸都没地儿搁了。第5件拍品，起拍价300。老韩别动，这个金是厚度的，底下是铁。
韩文清，你倒是举啊！怎么到现在一件都不敢碰？是不是怕了？谢小梅，我不举牌是因为前面那些东西确实不行。韩文清，你可真会给自己找台阶。东西不行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还能隔着红布看见？对啊，我就是能看见。第6件拍品，看这器型，少说半人高，像青铜方鼎，线条没那么硬，倒像瓷器大尊，收口、骨腹、圈足3样都对得上。我看这弧度分明是铜炉，大明宣德炉里有一种冲天耳炉，器型比寻常的大3倍，我见过一回。老韩，这是明代的，上面还有龙纹。起价1000、2000、3000、 5000、6000。小梅，你这能行吗？咱们又不懂鉴宝。老刘，你怕什么？你看韩文清每次举牌眼睛都在动，他是真想要。而且啊，就算咱们不要这东西，咱们也要把价格给他抬上去。 7000、 8000。老韩停手吧，这个东西可不值8000。韩老板，8000了，您还要加吗？不加了，让给谢老板。什么？恭喜谢老板8000拍下这件藏品。韩文清，你是故意的！8000块，小梅，这东西要是不值那么多，你就完了。老刘，你别急，你没听刚才那些人说吗？这件器型大，而且韩文清紧追不舍，万一是真品呢？咱们不一定亏。第7件拍品700起拍，800、1000、1500。老鼠说是康熙年间的青花，6下气泡均匀，底牌是大清康熙年制6字楷书。2000。谢小妹，别跟了，你忘了刚才怎么栽的？2000成交。第8件拍品，今天的最后一件拍品，1000起拍。明代老坑端砚，石眼清晰，好像砚底还有铭文。1500。韩文清这小子，我果然没看错，我放在拍卖会上的好东西都被他看出来。韩文清，你得意什么？前5件不动，现在就捡了2件便宜货，算什么本事？谢小梅，你是不是又手痒了？那8000块的货还没捂热呢。韩文清，敢不敢给我打个赌？赌什么？韩文清，就赌我们俩今天拍的东西谁的值钱。你要是输了，给我谢家翻修院子，从里到翻翻一遍，1分钱不许少。我要是赢了呢？你有什么要求？把我韩家祖宅的房契还给我。好，就依你。2位，赌约既成，老夫和在座诸位做个见证，先验货吧。这铜炉的成色确实是不错，是好东西，可惜底板上那道裂，因为这一道裂痕大打折扣，估计市价也就6000。谢小苗花了8000，加上行会佣金，亏了。韩文清，我这尊铜炉市价少说6000，你那堆破烂玩意你拍下来一个我也就花了3500，你怎么敢和我比的？谢小梅，那我就让你见见世面吧。这是。老夫来验。康熙19年官窑，这翠毛蓝的发色，釉下气泡颗颗如泥汤，正儿八经的官窑精品，市价8000起步。砚底的铭文是董其昌的真迹。文清，你知道董其昌是什么人吗？董其昌，明代书画大家，礼部尚书，他提过名的砚台，别说1500、15000都有人抢。土桶8000，端砚15000，2件合计23000块。韩文清总成本3500。表哥，这赌约不能让他赢，房契要是还给他，谢家就什么都没了。韩文清，
盲拍大会拍品一律蒙布，你凭什么件件都看得准？你作弊！老韩他没有作弊，你这是输不起。赵德珠，盲拍大会是行会规矩，你说作弊，拿出证据。宋老，这小子前5件不动，第6件引谢小霞入坑，第7、第8件精准出手，这不是作弊是什么？赵副会长，眼力好就是作弊，那在座这些藏家掌柜是不是个个都做了遍？韩文清，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门儿！韩文清，你提前串通工作人员偷看牌品，成绩作废，藏品没收。我说他怎么件件都看得准，原来是作弊。宋老，这种人不配当会长。赵副会长，你说我作弊，证据呢？你前5件不动，第6件引谢小梅入坑，第7、第8件精准出手，瞎子都看得出来有问题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大厅房梁上第3根船子，靠西墙那一段有什么？有白蚁咬痕，一整片都是。赵副会长，你再闻闻你鞋底，那股味道，是不是琉璃厂管理处仓库专用的招脑防腐剂？赵德珠，拍品封存全程由你负责。你鞋底沾了仓库的防腐剂，半夜去仓库干什么？宋老，我是去检查拍品。检查拍品需要带老刘一起吗？你提前把真品调换成仿品，想让我在盲拍大会上什么也拍不到。可惜，你有仓库的钥匙，我有看清真假的本事。搜老刘的身。我。韩文清，我撕了他，你也别想拿回去！死狗！宋老，谢谢您，能拿回来就好。赵德州副会长的职务即刻免除。刘主任私自倒卖封存货物，勾结行会副会长调换拍品，开除行会会籍，扭送执法所。谢小梅，都是你出的主意。姐，这下咋办？走，先回去。文清，这房子1个月多少钱？娘，您别操心这个，我给您抓了野山参，以后每天煎一副，身子骨慢慢就好了。老韩，谢宝才和谢小梅在胡同嘀咕半天了，说要今晚来放火，把你和房子一起烧了。大福，把城里所有能叫的兄弟都叫来，流浪狗、野猫、蝙蝠、麻雀、老鼠，一个都别少。老韩，你是想他们想烧我的房子，那就让他们自己尝尝被围的滋味。姐，真要烧，要是伤人了怎么办？没事儿，咱们只是教训下韩文清，让他尝尝没房子住的滋味。我看过了，这会儿韩文清和他老娘都不在家。点了就跑。姐，有狗！老鼠钻我裤腿里了！姐，我着了，我着了！姐，这底下埋的有东西，宝贝，肯定是韩文清藏的。老韩，昨晚谢宝才从泥地里扒出来一个铁盒子，抱着跑了。铁盒子？老韩，老黄狗说那个铁盒是上个房东埋的，里面装的是水银包的假货，
专门坑那些挖地偷东西的人用的，就是捕鼠夹，谁打开谁倒霉，让他们自己吃自己的恶果。夏哥，这可是好东西，韩文清藏在他院墙底下的。他一个靠古玩发家的人，埋在地里的能差吗？打开。水银，拿水银包的假货来唬我！夏哥，这不可能，那人埋的东西怎么可能？老子在这一行混了20年，你这点小把戏蒙得了我？拿水银跑我这儿来，是想毒死我，还是想黑吃黑？2条路：一，赔5000块，人带走；2，人留下，你自己去筹钱，1个月筹不到，切1根手指。5000，夏哥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？没钱？那你就看着他在这儿待着。送客。老韩，谢小梅来了。文清，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救救宝财。黑匣子要5000块，我们实在拿不出来。你当初卖金丝楠木的钱，借我一点，我一定还你。谢小梅，你不打手抢我钱的时候，想过夫妻一场吗？你抢我桐炉抬我架的时候，想过夫妻一场？你昨天半夜来放火烧我房子的时候，想过夫妻一场吗？大福，把昨晚在场的兄弟们都叫出来。各位邻居，这是我租住的院子，墙上的胶痕是昨晚被汽油烧的，大家闻闻，地上的汽油味还没散。真是汽油味儿，冲鼻子。再看他裙角，黑乎乎那片，是不是汽油渍？天爷，真是汽油！谢小梅，你半夜来放火，早上又来借钱，你这心是黑的吧？谢家闺女，你爹以前在胡同里也算个体面人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韩文清，你见死不救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我弟弟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。老韩，他不会罢休的。他手里还有老刘藏的东西，让兄弟们盯着，有动静马上报。这成色不错，谢小梅，你从哪儿弄的？虾哥，这老刘家祖传的，我只要5000块，1分不多，求您放了宝财。这都是正经老物件，您上手一摸就知道。5000块换宝财1条命，您不吃亏。老韩，那只猫说谢小梅在楼上包厢，抱了个木箱子，那里边的东西不一般。木箱子，谢小梅哪来的好东西？她手里从来没真货。猫说箱子里是瓷器铜件，包浆很老，不像是仿的，怕不是从哪里顺来的。猫还说谢小梅满头大汗，对那个戴墨镜的说只要5000块，那戴墨镜可兴奋了。老韩，猫又说了那东西挺值钱的，谢小梅急着拿钱赎人，才开5000。5000，去看看。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夏哥，那箱子底有琉璃厂仓库的封条，这是有主的文物，你收了就是窝赃。谢小梅，你不是说这是老刘家祖传的吗？夏哥，我不知道，是老刘让我拿来卖的。东西我得带走，你的人我不为难。到了我手上的东西就没有拿出去的道理。大福，叫马蜂。哪来的马蜂？夏哥，后会有期。姓韩的，这梁子结定了。执法官同志，就是他偷了我家祖传的木箱，人赃并获。老刘，你说这是你家的，那你说说箱子里面装的什么？我家的东西我当然知道。同志，箱子底有我们琉璃厂的封条编号，老刘是琉璃厂管理处主任，钥匙在他手里，失窃文物出现在黑市，他倒先来报案了。那是我存放在仓库的私人物品。私人物品贴厂子封条，
你自己信吗？都别吵了，两个人都跟我们回去说清楚。韩文清，到了所里你也说不过我去。走着瞧。刘主任，你说箱子是你家的，有什么证据？我爷爷传下来的古董，韩文清撬门偷走的，我亲眼看见。同志，茶楼门口10几个街坊能作证，我是从黑市把箱子追回来的。箱子底有封条，跟琉璃厂仓库登记册一对就清楚。刘主任，你怎么解释封条？我自己贴的，怕箱子受潮。传家宝，你随手贴你们厂里的封条。老韩，仓库钥匙在流车底下找到的，上面有樟脑油味。韩文清撒谎，箱子就是老刘家的。谢小梅，我还没和你算账呢，你就送上门来了。你裙角那片汽油渍还没洗掉呢。执法官同志，那是昨晚在我院墙泼汽油放火的证据。裙角有汽油渍残留，我们会全部取样化验。宋老，箱子里的东西需要您鉴定。行会镇关之宝，52年前失窃，找了整整3代人，底座这道裂纹跟我师傅画的鉴定图一模一样，确认无误。等等，刘主任，你说这是你的传家宝，难道你家和这个盗窃案有关？不是。先带下去，我们会好好调查的。韩文清，你找回失窃半个世纪的镇馆之宝，我代表行会全体同仁向你致谢。各位同行，韩文清同志为我们找回了丢失多年的古物，而按照行会章程，我也将辞去会长职务，由韩文清同志接任古玩行会新任会长。感谢各位的信任，我这个新会长上任，只说一句：从今天起，行会的每一件藏品都要留影像档案，每一笔交易都要留流水。谁要是在做倒卖的生意，我韩文清第一个把他请出这个大门。文清，今天台下坐了一位九爷，他是赵德柱的幕后东家，南方几家大拍卖行都是他控股。你今天砸了赵德柱的饭碗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让这小子先坐2天那把椅子，你去把从南方运来的那件东西准备好，3天后带去他的行会挂牌上拍。九爷，是那件从沉船里捞出来的元清华鬼货吗？九爷听说韩会长上任，特地送来上古时期青铜鼎，请会长当众断代估价，也让大伙儿开开眼。纹饰走形，锈色发青，此物带煞气极邪。韩会长，不如以身体不适推掉。宋老放心，鼎腹有东西在叫，是毒蝎，不止一只，内壁还有股刺鼻甜味，是水银。鼎腹藏有毒蝎，内壁涂了防腐水银，伸手进去，水银渗入皮肤，当场毙命。碰都不敢碰，就凭你空口白话，今日不摸这鼎，你就是无能之辈，不配坐这个会长位子。韩会长，请吧，不敢摸，就自己把牌子摘下来。什么东西咬我？剧毒汞物，大家快退！都看见了，这鼎身涂满防腐汞，遇水即化毒烟。九爷送此物来行会，不是贺我上任，是要毒杀在场所有人。谁指使什么渠道？当着众人的面再说一遍。韩会长救我，我全说。这鼎是九爷从南方一个小贼手里买的。九爷说，只要你伸手摸鼎，必死无疑，让我们一定逼你上手。事成之后，每人5万。九爷！公司指向这里，九爷的秘密仓库，买来的文物就藏在里面。前后都堵死了，他跑不掉。小心，九爷手下都是亡命徒。韩文清，你他妈找死！九爷，东西交出来，别逼我动手。
今天这道门你们出不去，我们只认九爷，不认什么执法官。识相的趴下，九爷饶你们不死。听见了吗，韩文清？你的人头今晚得留在这儿。你的人头我要定了。待命。听说你能指挥动物，那你试试，看谁先倒下。拭目以待。什么东西？快赶走他们！九爷，太多了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别怕，去拿刀。九爷，实在挡不住。让我配合，我全都交代。你们查我的仓库，我做正经生意，你们凭什么抓人？仿造文物，你说凭什么？有暗示。老韩，老鼠说墙后面藏着东西。老韩，这造假作坊可不小，上百件仿品，够他吃一辈子牢饭。谢小梅开了精神病的证明，出来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昨天，他托人带话说，只要他出来，第一个找你算账。他人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？韩文清。你以为你赢了？麻烦才刚刚开始。妈，我回来了，家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能有什么事儿？文清，外面是谁一直在敲门？老韩，是谢小梅，身后还跟着2个陌生男人，手里拎着油漆桶和木棍，看样子是来砸院子门窗的。谢小梅输了赌约，心里记恨，又听说我最近收了不少老物件，想来闹事讹钱。韩文清，你把我逼得无路可走，今天必须拿一笔钱补偿我当年损失的嫁妆，不然我就把这院子门窗全部泼上油漆。文清，别跟他起情争执，要不拿点小钱打发他走吧。妈不用怕，他只是撒泼闹事，咱们不主动起冲突。别拿猫狗吓唬我，今天不给钱，我就天天来堵门，让你没法安稳收东西过日子。当年换房字据、离婚手续白纸黑字全都在。是你贪心算计在先，我没有补偿你的道理。你要是执意损毁私人房屋，整条胡同邻居都会过来评理。韩文清，这事儿没完，我过2天再来找你算账。老韩，我隐约听见谢小埋要说去什么仓库。老韩。方才那几个人往城外老仓房方向去了，仓房门窗锁简单，打算夜里撬开门，把你收的旧瓷木器全部磕碰损坏。咱们现在赶去仓房，赶在他们动手之前拦住。夜里郊外偏僻，千万小心，别和人动手争执。放心妈，我只请周边街坊过来作证，不与人冲突。把这些破烂全部磕成碎掉。韩文清没了这些进货，生意都做不下去了。哪来这么多猫狗？私自撬开别人存放物品的仓房，蓄意损毁私藏物钱。街坊邻里要是过来撞见，到时候有理也说不清楚。大半夜撬别人仓房，还要砸东西，这事儿做得太不地道。这次算你走运，早晚我能找到办法换你的生意。你等着吧，韩文清，看我怎么搅乱你的生意！几日后，不少逛胡同旧货摊的路人纷纷议论，市面上出现大量做工粗糙仿旧瓷件，都说是韩文清家摊位流出的残次品。不少老主顾找上门质疑。韩会长，我昨天买的旧碗一拿回家就开裂，摊贩说就是从你这边拿的货。我摊位所有物件都有简单标记，市面上这批仿货并非我经手，我去看看这批货。只要这批仿货流出去，客人都会觉得他眼力差，卖假货，他的生意自然就垮了。韩文清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谢宝才，胡同里流言四起，不少老主顾都被这批仿货误导。你们刻意冒用我的名号兜售粗制仿品，纯粹恶意搅乱同行生意。旧货市场各凭本事，我们怎么做货与你无关。做仿货谋生无妨，但不能冒用同行名头，败坏别人名声，这行规矩不能破。老韩，谢宝才跑了。看样子是回去通知谢小梅，要再想别的阴刀。大家别在他家买东西，他收来的物品全是残次翻新，我之前就吃过大亏。
什么暗记不暗记，随便刻个花就能糊弄人。我看，就是欲盖弥彰。姐，这些猫怎么又来了？宝财，几只野猫怕什么？把嗓门抬高，接着喊。每件东西都有我亲手做的暗记，右下砖刻和木纹刻痕都是同一套标记，仿货做不出来。大爷，您别被他骗了，现在作假手段高明着呢。你说你在他这儿吃过亏，那你买的是哪件东西？能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吗？我买的那件早就扔了，谁还留着破烂货？我买过韩文清多件东西，件件真材实料。姐，这可咋办？要不咱走吧？你给我站好，怕什么？不用，让他们自己走。强行赶人，反倒显得咱们心虚。我家的物件每件底部都有不同暗记，每样东西都登记在案，请大家随意抽验。韩文清，你给我等着，迟早有一天我会找回来的。妈，木料出了3批，补完卖了5件，加上之前攒的，翻修老宅的钱差不多够了。真的？那塌掉的祖宅总算能修起来了。老宅正堂大梁要换新楠木，东西2旁房顶得全掀了，重铺瓦片，再加上院墙，这笔钱刚好够廖凤工钱。老韩，翻修祖宅可是大工程，你眼光好，木料不用愁，可瓦匠木匠得提前约，好师傅工期都排得满。说得对，我下午去胡同里找王木匠和李瓦匠，先问他们档期。找熟人放心，王木匠给你做过不少家具，手艺扎实，不偷工减料。老韩，我刚才看见谢宝才从巷子口路过，鬼鬼祟祟往咱们院子这边探头，随他们去，看他们能掀出什么浪花。修房子，哼！韩文清，我要让你修不成！宝才，你确定听清了？姐，我听得真的。韩文清要翻修祖宅，咱可不能让他们好过。什么风把你俩吹来了？韩文清没把你们收拾够？德柱哥，韩文清要翻修他家祖传4合院，正筹钱找工匠。他要是真把老宅修起来，在胡同里更抬头挺胸了。我这心里堵得慌。人家修自家祖宅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？你急什么？德柱哥，你虽然人不在行会了，但是行会还有人啊。我们想请你帮忙，事成之后好处少不了你的。行，这韩文清害我丢掉了副会长的位置，看我不整死他！他韩文清不是要找工匠吗？胡同周边做零工的木匠、瓦匠我都熟，我提前打招呼，这事儿不就成了？德柱哥这主意好，看韩文清还怎么得意。文清啊，按理说，咱老街坊，你开口我不该推辞。可我这2天腰伤犯了，大夫说得卧床静养，实在干不了重活。王叔身体要紧，那您好好休养。文清真不凑巧，老家侄子结婚，我明儿就得赶火车回乡下，这一来一回少说半个月，你那活儿我怕顾不上。老韩，不对。他脚上全是院里喝进旧茶的茶渍，根本没收拾行李的样子，明显在找借口推脱。连续2个人都临时变卦，太强了。老韩，昨天下午赵德柱背着手挨家挨户串门，先去王木匠家，又去李瓦匠家，说你家祖宅地基松软，一盖新房就得塌，谁接这活谁倒霉。好个赵德柱，这谣编的有鼻子有眼的。他之前在杭乡回里混，对这几个工匠的住指门清。他具体还去了哪几家？这个地方的全被他打过招呼。老韩，这可咋整？咱上哪儿找工匠去？老街坊里有几个常年在乡下收旧货的老相识，认识不少。乡下手艺匠人，我去联系一下，明天来咱们家就好。大福你就放心吧。文清，这就是你家老宅啊？是啊，周师傅，接下来几天还请你多多费心了。之前要不是韩会长，我家传宝物就找不到了。修宅子小事一桩，就是我在路上听说
有人说你家宅子不行，我先看看。地基稳稳当当，底下是夯土，结实得很。外面那些说地基松软的人，怕是根本没进过这院子。师傅，这老宅砖料虽然碎了不少，但墙基条石都是老东西，重新砌上去正合适。周师傅，这工期大概多久？院墙5、6天，正房木梁框架得10来天，前后半个月能见雏形。老韩，这师傅实在比那帮城里推3阻4的强多了。他真让韩文清找到人来修宅子了。宝财，去把这些全堆在墙根下，明天一看就像常年堆放杂物的荒地，看他们施工队怎么进场。姐，这深更半夜的，上次那帮猫狗，我心里发毛。瞧你这点出息，几只畜人怕什么？赶紧堆，堆完就走。姐，你听见狗叫声了没？几声狗叫，看给你吓跑！姐是韩文清家的狗，我们被发现了。该死的韩文清，怎么又躲过去了？不过，韩文清你家最近不是在装修吗？我动不了你，还动不了你家吗？马三，这批货是给韩文清的吧？对，明天一早就要送去。马三儿，你帮我个忙，用我的这批货，你这不是还能省点钱？小梅姐，这要让人当场发现，我这小摊就黄了。你不换也行，去年你卖假货的事儿，我可还替你兜着。小梅姐，我早就金盆洗手了。你不干了也没用，你卖假货的事儿是事实，你要是不想被举报，最好按我说的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韩文清，你一个古董钢会的会长，却连建筑材料的好坏都看不出来，看以后谁还服你这个会长？韩老板，货到了，我帮你卸货。老韩，老鼠说，车厢里的砖块边角全是裂缝，木料潮的发霉起皮，跟咱们之前验的不一样，准是被人调包了。知道了。韩老板，货都验过了，卸就行，不用再看了。好，那就下货吧。老韩，这堆烂料你收下干嘛？刚才怎么不当面拆穿他？马三就是个跑水的，动材料的另有其人，赵德柱。对，他换料就是想让我停工，我当没看见，照单全收，让他以为得逞了。那这堆烂料怎么用？不用，我今晚另找人拉一批好砖好木料，从后门悄悄进来，把这堆换掉。老韩，你这是将计就计，让赵德柱先得意，再当众打脸。他越觉得得逞，就越不会防备。等他高兴够了，我把好料修完的宅子亮出来，他脸就疼了。行，我让猫晚上守着后门接新料，动静小的谁也听不见。好，天亮之前换完。老韩，后门那批新料昨晚全换进后院锁好了，院角那堆烂料原样没动，谁看都以为咱还在用破砖烂木。好，烂料就堆着当幌子，谁也别声张，连周师傅都先别提。周师傅那边我盯着，他只管按图施工，料的事儿他问起，我就说你另有安排。对，赵德珠想看我停工，我偏让他看我热火朝天干着。谢小梅满胡同传，韩文清修祖宅，用的全是烂料。我也听了一耳，碎砖朽木堆了一院子。你说他好歹是古董昂开会会长，连料子好坏都看不出来，看不对。我琢磨他这会长根本不是凭本事当上的。你的意思是宋老在行会什么地位，韩文清能当会长？实话就是宋老塞了好处，不然凭他谁服气？你这么一说还真像，料子都分不清的人能当会长，里头肯定有猫腻。等竣工那天看吧，烂料修的宅子能好到哪儿去？到时候看宋老怎么替他兜。走，别让人听见。老韩，街坊在胡同口议论你呢，说谢小梅传你用烂料，还说你这会长是贿赂宋老换来的。让他们说，等竣工那天好料亮出来，谣言自己就破。老韩，你倒沉得住气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强修在自己院里。着急的是赵德柱，又不是我。
小梅，今儿胡同里传的热闹吧？我路过，听到3、4拨人都在嘀咕韩文清用烂料。传的比咱想的快，不光说烂料，现在街坊都在猜他这会长是贿赂宋老才当上的。连料子都分不清的人能当会长？这里头没鬼谁信？更好，等明天竣工街坊一到，咱当场扒他墙根儿，碎砖烂木一漏，他韩文清在胡同抬不起头，连带着宋老脸上也挂不住。明天你带着街坊起哄，我出头喊验料，趁人多热闹，他拦不住。拆了墙皮，真相大白。对，他院里那堆烂料就是铁证，我亲眼看着卡车卸的，碎砖朽木没跑了。赵老板，你说的烂料是韩家修祖宅的事儿吧？我听了一上午了，真有这事儿，千真万确。明天竣工，你到现场看，当场揭他老底儿。明天这出戏，他韩文京跑不掉，咱等着看好戏。韩老板，你咋摸这儿来了？我这正忙着装货呢。装货不着急，我找你说件事儿。你往我院子里送的料，我都知道，谁指使的？你替我写下来。韩老板，你说啥呢？我送的可是正经货，哪来的烂料？你别听人瞎说。马三，你在古玩行混了这么多年，假货当真货卖是什么罪？你比我清楚。我要是把你的事儿捅到古玩商会，再送进执法局，你这家店还能开几天？韩老板，我也是混口饭吃，是赵德柱让我干的。他说你修庄子缺钱，送批便宜料，你肯定收。我不要你说，我要你写。纸笔拿来，把赵德柱怎么指使你，送的什么料，哪天送的，一笔一笔写清楚。我写，你别惊动行会。该死，怎么都知道我卖假货，赶紧跑！韩老板，证词我给你了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马三，我想了一下，明天你得来给我当证人。你现在跑了，赵德柱要是知道你把证词写给我，你猜他会怎么对你？韩老板，你饶了我吧，赵德柱那人惹不起，我明天不敢去。你不去也得去，明天竣工现场，当着街坊的面，你把你写的再说一遍。有我和大福在，赵德柱动不了你。可你要是跑了，我现在就去行会。行，我去，我明天去。记住你说的话，大福明早来领你。街坊们，韩文清修祖宅用烂料的事儿，大家都听说了吧？今天竣工，大伙儿一块儿进去验验，是真是假，一目了然。没错，我亲眼看见卡车往他院里卸碎砖朽木，这种缺德事儿瞒不住。之前传他贿赂宋老，今天这墙要是真烂了，那可坐实了。看看再说。各位街坊，既然都来了，今天我就当面给大家看个明白。谢小梅，你说我用烂料，你要怎么看？简单，把你新砌的墙拆开，敢不敢？有什么不敢？诸位看清楚了，这才是韩家祖宅用的料。至于那堆烂料，大福，这堆东西是我故意堆在院角的。有人送烂料来想坑我，我将计就计收进来，当证据，不然怎么把背后的人揪出来？韩文清，你胡说！明明是你贪便宜用烂料，现在看瞒不住了就说将计就计。赵德柱，你不服，我这儿有马三的证词。这是马三亲笔写的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赵德柱指使他调包建材，烂料哪天送的，怎么换的，谁付的钱，一笔不差。你这是污蔑，这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写的？那不如让马三来说说。马三，出来。马三，
当着众位街坊，你把事实说清楚。是赵德柱、赵老板找的我，让我把好料换成烂料送到韩老板院里，事成之后给我5块。原来是赵德柱下的黑手，马三你血口喷人！你们血统好的。诸位街坊，证词在这儿，证人在这儿，烂料也在这儿，谁是谁非，大家心里有数。赵德柱、谢小梅，往后在胡同里做人，还是先学学怎么做人吧。赵德柱，你也太缺德了，差点毁了人家一栋宅子。亏你还是街面上有头有脸的人，干这种事儿不嫌丢人。老韩，你这招将计就计玩得漂亮，赵德柱这回脸丢尽了。走着瞧，韩文清。韩会长，恭喜恭喜啊！宋老，什么会长不会长的，您还是叫我文清吧。那可不行，行会里现在谁不认你是韩会长？这宅子不错，收拾得利落，有了根基，往后就算站稳了。宋老，我正琢磨一件事儿，想请您帮我参谋参谋。你说，这院子空着也是空着，我想办个鉴宝大会，把行里的人都请来，热热闹闹聚一回，也给这宅子添点人气。好主意，你这宅子新落成，也算聚聚人气。就这几天，东西都是现成的，请帖我今天就写。行，我帮你张罗。商会里那些老家伙我都熟，保管给你叫齐了。姐，你听说没？韩文清要在他那院子里举办鉴宝大会。鉴宝大会？对，宋老亲自帮着张罗，排场不小。姐，咱们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上回在他新宅子里，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你们轰出来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这回鉴宝大会，说到底就是给他立威的，咱们也去。我行会里还有人，我去想想办法。老韩，这阵仗真不小，啥宝贝都有啊！这是镇上头一回办鉴宝会，来的都是实打实的藏家，你仔细学着点。我就怕看不懂门道，光瞧热闹，多看多问就是门道。走，上跟前去。宋老，你给长长眼。明永乐，那不是600年往上？嘘，别吵，听宋老说。器型规整，清华乏色，浓艳入骨，胎质坚实细密，珍品无疑。天哪，珍品，这得值多少钱？10里8乡多少年没出过这种货了？这瓶子是陈家一代代传下来的，要不是孙子等着手术费，打死我也不拿出门。传家宝更要护好。今天会场人多眼杂，散场时你最后走，我让人护送你。德柱哥，宋老亲口盖了章，永乐珍品，道上的价够吃半辈子。我盯了一上午，全场就这一件值钱的。那咱什么时候动手？咱俩好不容易混进来，现在下手不就引人注意了？姓宋的让他最后走，正好给咱腾时间踩点儿。走吧，站久了招人看。陈老哥，留步，留步！您是？鄙人姓赵，开古董店的，今天专程来跪地开眼，没想到真撞见宝贝了。赵老板抬举了。永乐青花梅瓶，这种品相，我在省城开了10年店，也没见过一件。您祖上不简单，祖上做过京官，传了几辈子了。陈老师傅，您站了一天，喝杯茶润润。这位老板也来一杯，今天辛苦了。啊，谢谢谢谢，你们这服务真周到，多谢。陈老哥，瓶底我远远瞧了一眼，是不是有暗刻铭文？赵老板好眼力，确实有，是永乐3年造办处款。了不得了不得！永乐3年是郑和下西洋那年，清料是进口苏密离青，你这瓶子要是上了大牌，不敢想。不瞒您说，我就是想卖了给孙子治病，不图大富大贵。麻雀，跟上去，盯住谢小梅。老韩，赵德柱和谢小梅也在，要不要把他们赶出去？不急，他们在这半天了，什么也没干。我要看看他们打的什么主意。瓶底有暗刻铭文，永乐3年造办处，这种品质转手至少8万。8万？赵哥，你确定？只多不少，找对买主，翻倍也不止。那今晚就动手。再踩一轮，星辰还没走，跑不了。瓶子不见了！什么瓶子不见了？你说清楚！清华瓶，我刚刚打了个盹儿，醒来看见箱子已经空了。刚刚就你一个人在，
是不是自己藏起来想讹会长？我老陈一辈子清清白白，拿祖宗名义发誓，真的是被偷了。谁信呀？谁知道他是不是演苦肉计？都别吵！别慌，东西是在这里丢的，那这屋子里每一寸地就不会漏过。韩会长，你得帮我，那是我孙子的命啊！放心，我来查，让他们把会场里所有气味闻一遍，尤其是不该留在这里的人。老韩，交给我。大黄，找生人味儿。老韩，这儿气味最重，有人在这儿待了很久，不是参展的。老韩，这茶叶渣我见过，在哪儿？刚才赵德珠和谢小梅端茶给老陈，就是这种茶叶。赵德珠，他们怎么混进来了？原来他们混进来打的是这个主意。老韩，茶叶渣的味儿到这道门就浓了，瓶子一定进过这院子。叫门。哟，韩会长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快请进。赵德柱，鉴宝会上丢了件明代青花瓶，我一路查过来的。今天在鉴宝会有人看见你。韩会长，你肯定是看错了，你尽管搜。韩会长，这是怎么了？德珠哥可什么都没干。干没干，查完再说。韩会长，我说了吧，我这儿干干净净。气味到这儿就散了。老韩，瓶子肯定来过，但现在不在，他们提前挪走了。赵德柱，今天算你走运，但东西没找到之前，这事儿没完。谢宝才把东西藏哪儿了？韩文清鼻子太灵，差点兜不住。放心，我弟藏的地方谁也想不到。等风声过了出手，咱卖了拿钱走人。老韩，都守了大半夜了，谢宝才会不会今晚不来？来了，我去盯窗户。明儿一出手，钱到手我就走。谢宝才，大半夜跑这儿来翻破烂，兴致不错。韩会长，我就是路过，这地方谁都能来。路过还带钥匙，路过还知道麻袋底下藏着瓶子，你这路过挺精准。说吧，谁指使的？韩会长，你饶了我，我就是个跑腿的。跑腿的还打算拿了钱自己跑？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我全说。赵德柱在鉴宝会上盯上老陈的青花瓶，我姐谢小梅让我混进去端茶踩点，趁老陈打盹把瓶子偷了，让我藏这儿等出手。卖的钱怎么分？赵德柱6成，我姐3成，我1成，他俩拿大头，就给我一口汤。谢宝才，你现在跟我去个地方，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去哪儿？赵德柱家。谁呀？大半夜的！韩会长，这大半夜的又怎么了？赵德柱，青花瓶找到了。谢宝才刚才在旧货市场废仓库取货，被我堵了个正着。赵德柱，你不是说你干干净净吗？谢宝才怎么说是你指使的？谢宝才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姐，不是你让我……我让你什么？我让你偷东西了吗？从小你就手脚不干净，现在连青花瓶都敢偷，你让谢家的脸往哪儿搁？姐，你现在不认了是吗？茶馆里你跟赵德叔说趁老邓打盹下手，让我去踩点，这话是你说。闭嘴！做了就做了，还来诬陷我。谢宝才，继续说。瓶子偷出来，赵德柱让我先藏仓库，说等风头过了他找买家，卖的钱赵德柱拿6成，我姐拿3成，就给我1成打发叫花子。你们现在倒好，一个装不认识，一个装好人。各位街坊，我赵德柱在古玩街几10年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是他们谢家姐弟俩商量着干的，我顶多就是知情没报，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。赵德柱，你说什么？我说的是实话，瓶子是谢宝才偷的，主意是你出的，我什么都没干。
赵德柱，谢宝才人赃并获，他的话有青花瓶为证，你的话拿什么证？天一亮送执法所，让执法所来判。诸位，青花瓶失窃案已经水落石出，盗窃者谢宝才人赃并获，昨夜在旧货市场废仓库取货时被韩会长当场截获。韩会长，谢谢，要不是你，我孙子手术费就没了。瓶子回来了就好，以后看好。秦姐都不看他一眼，这心也太硬了。可惜没抓住赵德柱和谢小梅的把柄，不然把他俩也送进去。放心，做过的事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。走。这下完了，古玩界待不下去了。完了，他那房子是新修的，地契还在手上，把地契改成咱的名字，房子就是咱们的。你疯了！地契在韩文清手里，想办法弄过来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我倒有一个办法，我当年学过仿古纸墨手艺，能做出跟几十年旧纸一模一样的底子。什么绝招？你倒是说清楚。咱们伪造一份旧地契和家谱，就说韩家后院早年分过一半给谢家旁支，街坊再一闹，韩文清不割地也得割。那地里还有几棵老木料，地皮到手，木料变卖，又是一笔钱。你再造一批假出货单，就说韩文清变卖祖传老物件换钱修宅子，把他的客源彻底断了，双管齐下。好，这几天咱们进山找老黄纸、陈年墨汁，材料齐了马上开工。老韩，赵德柱和谢小梅在打你家后院的主意。老韩，赵德柱要伪造地契家谱和后院地皮，还造出货单回你客源，下午就进山找材料。伪造文书想讹地，赵德柱这次玩大了，先不动声色让他们造，造的越多证据越足。等后院厢房软装一完，就请宋老他们来坐坐。后院这块地以后就是藏友们喝茶论货的地方。旧地契要用陈年松烟墨写，写完茶叶水熏一遍，纸张自然泛黄起毛边，印章用萝卜刻出纹理，3样工序做好，能以假乱真。纸够不够？后院地界图让你画仔细点，别漏了边界线。韩家后院老地图我早就描过好几遍了，东半块标上谢家旁支分地红圈，胡同长辈来了也挑不出毛病。文契这边你弄，我等会儿就去古玩摊传话。一条说韩文清祖宅地界不全，后院占的是谢家旧地；一条说他为了修房变卖家传老物件换现金。这2条谣言传开了，藏假圈就没人敢跟他做生意，交兑会也办不成，客源一断，他修宅子的钱早晚见底。假出货单你抄了多少份？抄了3份。雍正青花盘、明代铜炉、大光炉，每份都写上韩文清的名字和出货日期，对质那天一起拿出来。我先去传谣言，你这边假地契弄完，把家谱也改好，后天我再多拉几个街坊发假瓷瓶笼络人心。去吧，动作快点，别让人起疑。老韩，假地契放在赵德柱家木箱底层，出货单压在瓦片下面，他们还准备再刻几个假印章。谢小梅已经去集市传谣言了。韩文清，这是民国28年谢韩2家分地文契，白纸黑字。你家后院靠东半块地早年分给了谢家旁支，现在谢家人要来收地。我谢家祖上也是这院子的半个主人，你修庄子占了我们家的地，今天得给个说法，不给就召集街坊来评理。纸张做旧痕迹明显，年份不对，印泥颜色也不正，需要胡同长辈核对老族谱原件才能定真伪。你拿不出完整原版地契，就别说文书是假。这样吧，3天后胡同口当众对证，全胡同街坊商户都来做个见证。你要是拿不出证据，就该割地。3天后胡同口，我韩文清奉陪到底，谁手里是假的老族谱，一对就清楚。他肯定拿不出完整原版地契，当年老宅拆建地契文书早散了大半。回去把家谱再改细点，年代人名对上号，长辈也挑不出毛病。3天后让他当众出丑，后院地皮一到手，把那几颗老木料变卖，最少值3万。我今晚就把出货单抄完，对质那天一起甩他脸上，让他有嘴也说不清。赵德柱以为老宅文书早散了，却不知原版地契和族谱一直锁得好好的。宋叔，昨天赵德柱带谢小梅上门甩出来的分地文契，
说后院东半块地民国28年分给了谢家旁支，您帮我长长眼。纸张不对，手工桑皮纸纤维粗犷自然泛黄，有虫蛀微孔。这张纸纹理均匀，是机器竹浆纸拿茶叶水熏出来的，做旧货。您再看墨迹，墨色均匀，深浅一致，是钢笔墨水没跑了。真老文书墨迹会有年代晕散、浓淡自然过渡，这上面的字儿刚写没多久。印章呢？印泥发暗，沾手不掉色，是化学颜料。朱砂调壁加油，干了会自然剥离。这印章80%是萝卜刻的，纹理粗细都一样，没有手工刀。3样全假，没一样真的。宋叔眼力跟我判断一模一样，3件全是新作坊。文清，赵德柱敢拿假文书上门，说明他们准备充分。谢家2人又在集市到处传你谣言，来势汹汹，不好对付。宋叔放心，我已经有打算了。他们约我3天后胡同口当众对质，正好。到时候我把原版百年地契真族谱拿出来当面比，谁真谁假，全胡同一看就明白。光靠原版文书还不够，赵德柱要是反咬说你换了原件怎么办？得有物证。大福，你今晚带麻雀和土拨鼠去赵德柱家看着，他们造假的半成品文书、废弃印章批全部盯住，3天后全带回来到物证。老韩，我马上去。他们藏假文书的位置我都记着。好，将计就计，让他当众出丑。3天后胡同口，我带几位老交情商户到场给你作证。这些年你的人品眼力，街坊们都看在眼里。多谢宋叔，有各位长辈坐镇，公道自然不会缺席。这对小瓷瓶白送您拿着玩。那文书我瞧着就是老物件，韩家后院早年确实分过地给谢家。白送啊？那文书看着是旧，可韩老板平时不是那样的人。您别被他老实样子骗了。后天对账，您到场帮我们说句话就行。后天到站台，以后我低价仿货批给你，让你多赚3成，比跟韩文清打交道划算。赵老板说话算话，后天我准到。谢小梅送的这东西怎么被人叼出来了？她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我看他们不像是为街坊主持公道的人。韩老板，谢小梅挨家送东西，让我们后天去帮腔。我们越想越不对劲儿，专门来问问到底怎么回事。各位书审，赵德珠伪造地契，想讹我家后院地皮，后天我会当众拿出证据，各位不用站队，来看个明白就行。原来是这样，谢小梅拿假东西骗我们，后天我们给你作证。各位能来就是公道。韩文清谢过。3样铁证得备齐，原版地契、真族谱是底牌，假文书物证还得靠你带兄弟们去盯。老韩，你安心准备，都盯着呢。明天，我们先煽动街坊起哄，逼韩文清心虚妥协。他要是肯割地最好，不肯，咱们就围堵小院，不让他办藏友交流会。对，后院交流会要是办不成，他的名声就毁了，藏友圈不会再信任他，以后谁还敢跟他做生意？这伪造的文书看不出来吧？伪造的是民国文书，又不是现在的，100年前的老纸老墨，谁分得清？说的也是，但是韩文清不是省油的灯，万一他真有什么证据怎么办？他有什么证据？100年地契早没了，真族谱也未必留着。咱们这3份假货做的像模像样，街坊里头谁分得出真假？行，我挨家送小瓷件拉人头。我今天又拉了3个街坊答应帮腔，加上之前送出去的东西，怎么也能凑10几个人起哄。韩文清有10张嘴也说不过咱们。记住，明天谁也不许慌。我拿文书帮腔，声势压倒韩文清，他自然会乱，一乱就输了。放心，煽动街坊我最在行，保证到时候1半人都站咱们这边。好，今晚再检查一遍，明早天一亮就动手。各位街坊邻里摊主朋友，这是之前谢韩2家分地文契原件白纸黑字，韩家后院早年分给了谢家旁支，韩文清现在这就是夺人祖产。我谢家祖上也是那院子的半个主人，韩文清把地占了，害得我太爷爷那支后人无家可归，各位评评理。赵德柱拿出来的文书全是伪造，我今天带了证据。这是50年前韩家老宅原始地契，还有韩家族谱记载3代人姓名，从未有过谢家旁支联姻或分产的记录，各位可以核对。原版地契纸张是手工桑皮纸，自然泛黄，有同贮为同。赵德柱这份是机器竹浆纸，茶叶水熏的。真族谱墨迹自然晕散，假族谱墨色均匀，是新写的，可以断定全是伪造。这是从赵德柱家搜出的半成品假地契，字迹和赵德柱那份完全一致。废弃萝卜印章货还没干透，证明刚刻不久。谢小梅前天挨家白送假瓷瓶，让我们来帮腔，我们是被骗的。赵老板，你说低价给我货也是骗人的，我不跟你干了。你怎么可能弄到这些东西？赵德柱说话呀！完了，快走！赵德柱，你拿假地契讹人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，以后我的摊子你别靠近，跟你合作嫌脏了招牌。白送假瓷让我帮腔，原来是干这种缺德事儿，以后别来敲我家门，我算看透你了。搬运工也不顾你了，跟你们沾边生意都晦气，以后别让我在街上看见你。都怪你嘴不严，送瓷瓶送太多，被人叼走，坏了大事。怪我？你那假印章
张罗伯特的连文理都对不上，手艺不过关，还好意思赖我？还有你超出货单念那么大声，被人听了去，你是个废物！谁让你们造假不关窗子？现在全胡同都知道咱们是骗子了。不干了，跟赵德柱合作，次次倒霉，从仿旧瓷到假地契，没一件成的。我谢小梅瞎了眼才跟你。没我你早就饿死了，现在怪我，各走各的吧。多谢各位主持公道，大家散了吧，不必围堵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文清，这批货不对劲儿，釉面开片是机器压的，木纹也是新料做旧，你仓库里那些老物件呢？宋叔，我库房这几天锁得好好的，看来有人趁对症乱局调了包，把真货换成了仿品。老韩，后墙有动静，买的新货是吧？我让一件都卖不成。真货早被我们换走了，看你拿什么卖！怎么又是这死狗？哪儿冒出来这么多畜生？翻我家院墙，砸我家东西，还趁乱调包我库房老货。赵德柱，你是真不怕吃官司？你伪造文书的事还没算完，又加2条，你蓄意损毁我的藏品。之前你联合伪造地契家谱，讹我祖宅地界的账还没清算，如今又调包真品，蓄意打砸，2件事叠加，街坊邻里全都在场作证。诸位都听清楚了。前几日赵德柱伪造文书，企图霸占韩家后院地皮，今天又砸藏品、调换古董，这人品行卑劣，咱们做收藏的可千万不要和他来往。怪不得市面上最近多出一堆劣质防货，原来是他搞的鬼！以后再也不碰他手里任何东西，心思全用在歪门邪道，不靠眼力捡漏，专靠坑蒙拐骗，这种人不配玩古玩。你们少多管闲事，这是我和韩文清的私人恩怨。真是造孽！好好的古玩路子不走，天天想着害人，到头来只能自己无处立足。好在及时发现，没让他把桌上物件砸坏。咱们先清点剩下没被调换的藏品，之后大伙儿一起帮你留意。多谢宋叔，也麻烦各位街坊搭把手，他们接连算计我祖宅藏品，早晚要把调包的真品追回来。老板，这几件老货便宜出，光绪粉彩、明代铜炉，你懂行，给个价我急用钱。这货这么好，出这么便宜，你这货来路怕不正吧？赵德柱，快些，卖完咱们连夜走，别在这磨蹭。老韩，他们把你的真货拎到旧货市场，要卖掉换路费，狗闻着味守着呢，一个没跑。光绪粉彩和明代铜炉是我韩家库房真品，你调包藏了这些天，如今想卖钱跑路，你胡说什么？这是我们自家老物件，凭什么说是你的？老板您看，这粉彩底块和铜炉纹路，前天我小院品鉴会摆过，被他们趁乱调包偷走。大福袋哥们一路寻味跟到这儿。好嘛，偷来的脏货想坑我，滚远点，别脏我摊子。完了，跑不掉了。人赃并获，东西我拿回，伪造文书、讹土币、调包真货、偷盗，3条够你们喝一壶。韩老板，我们错了，东西还你，放我们走吧。错不在嘴上，在事上。你们自己掂量往后怎么做人。不人家真货卖钱，人赃并获，脸都丢尽了。早说不是好东西，连狗都看不上他们。东西追回来了，多谢各位街坊公道。这院子跟你爷爷在世时一模一样，看着心里就踏实，比前些年担惊受怕的日子强100倍。李婶儿，文清这孩子有本事又公道，街坊们都服气。文清，老李带了一队光绪粉彩，老周拿了几块老玉牌子，都是老实做生意的藏友。听说你小院办交流会，特意赶来的。韩老板大名我们早听说了，你这人品眼力在圈里都是金字招牌，我们来就是信得过你。这对粉彩胎薄油润，光绪民窑细路，可惜底好磨损，留着玩挺好，不亏。就凭这一句话就值我跑这一趟。韩老板眼睛真毒，以后有货先拿来给您长眼。上辈子欠的，这辈子全还清了。宅子回来了，妈身体好了，藏友都实在，再没遗憾了。老韩，歇会儿吧，以后都是好日子了。